大半刻钟后，苏崇就见到了崇国公了。苏崇上前道：我是来替父亲向老国公爷赔礼的。崇国公世子站在他身后冷道：不应该先向我父亲赔罪吗？向你父亲赔什么罪？不知道赔什么罪？你来崇国公府做什么？我是来给崇老国公赔罪的。不给我父亲赔罪，你休想见我祖父。既然如此，那便告辞了。苏崇转身就走。苏大少爷，当我们崇国公府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不让我走，还打算留我小住几日不成？谢景琛瞥向苏锦：你大哥找打，你都不拦着点儿？我倒是想拦呢，也得拦得住吧。娘都放心大哥孤身闯崇国公府，想来大哥应该有全身而退的本事吧。崇国公冷冷一笑：苏大少爷想在我崇国公府上住上几日，未尝不可。哎呀，崇国公府让我感觉很亲切，如果崇国公不嫌弃我叨扰的话，那我便住上一晚。杏儿小声对苏锦道：一般大少爷感觉亲切的东西，最后都是大少爷的。苏锦一脸黑线，他望向杏儿：我没骗你，大少爷铁定是看上崇国公府了。姑娘霸占镇国公府，大少爷抢了崇国公府，比侯爷的爵位还要高，也算是完成了夫人要求的青出于蓝胜于蓝，皆大欢喜。多好啊！只是杏儿说的小声，听见的却不止苏锦一个。崇国公心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小小东乡侯府也敢动抢崇国公府的心思，哼，也不怕吞进肚子里活活撑死他们。屋子里的气氛安静的有些诡异了。现在可以带路让我去给崇老国公赔不是了吧？带他去。大哥真的要在崇国公府住一晚啊？话都说出去了，怎么能反悔？大少爷就不怕他们弄死你啊？他们应该不敢这么明目张胆。万一给你下毒呢？崇国公府的总管瞥了杏儿一眼，这丫鬟是没戴眼镜出门吗？他是崇国公管事哎，说话也不知道避讳他一点。我进了崇国公府，一晚上没回去，娘应该会担心我吧？这样不省心的儿子居然没有被他爹娘打死，这儿子该不会不是亲生的，东乡侯夫人在借刀杀人吧？大少爷说这话要叫夫人知道，你能活着回去也会被夫人打个半死的。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在崇国公府住一晚的，这地方确实叫我感觉亲切，我感觉我应该住在这里。杏儿看向苏锦，心想：看吧，我猜的一点没错，大少爷真的惦记崇国公府啦。一个毛头小子就敢觊觎崇国公府，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可惜这一回他们一家子踢到的是铁板，只怕啃不下肉，还要崩掉他几颗牙。崇老国公形容消瘦，脸色苍白，总管给崇老国公见礼，然后看向苏崇，介绍道：这位就是东乡侯的长子，替东乡侯来给老国公您赔不是的。崇老国公眼神混沌，但在看到苏崇的一瞬间，眼神清明了几分。苏崇上前作揖见礼：家父并非有意打断崇国公一根肋骨，只是他武功高强，出手快狠准了点，抢了铁骑的马是为了尽快把粮草送到边关。家父他性子急，还望崇老国公见谅啊。这是赔礼道歉吗？这是来气人的吧？崇老国公说不了话，只望着他。苏崇有些头大，他不知道自己的赔礼人家满不满意，但这已经是他能赔礼的极限了。苏大少爷的赔礼，老国公怒气未消，请回吧。你是怎么看出来老国公怒气未消的？我怎么觉得他挺高兴的？我倒是好奇苏大少爷是怎么感觉到国公爷高兴的。当然是凭感觉的。感觉也能作数？既然你说老国公怒气未消，那你问问他，他现在心情如何？如果问不出来，我就当他接受我的赔礼了。老国公爷，如果您心情愤怒，不满意苏大少爷的赔礼，
您就眨2下眼睛。崇老国公眼睛没动。姑娘，这么半天，崇老国公都没眨眼睛，他是不是向着大少爷的？这可能吗？杏儿性子急，凑到床边道：老国公爷，您要是高兴，您就眨2下眼睛。和之前一样，崇老国公还是没什么反应。这方法不管用。皇上驾到！皇上素来敬重崇老国公，他被气得吐血，皇上亲自来探望。一进屋，跪了一地的人给他请安。都起来吧，你们怎么来崇国公府了？我娘让我来替父亲给崇老国公赔礼。真的是赔礼？苏崇心累，大家都不信他是真来赔礼。家母应该是让我来看看老国公爷是不是真的病得那么严重。崇老国公被父亲气得吐血，百官弹劾父亲，我来崇国公府一趟却不这么想。接着说。当着老国公的面，臣子要向皇上您弹劾崇国公不孝。此言一出，皇上都惊呆了。哎呦，真不愧是东乡侯的儿子，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要弹劾崇国公什么？崇老国公缠绵病榻，不止动弹不得，还口不能言。他最需要的就是静养。崇国公被父亲抢了500匹马，将此事禀告给崇老国公，引得他动怒伤身吐血。这不是不孝，又是什么？皇上，你也看见了，老国公爷这样，知道儿子被人欺负了，他也束手无策。除了吐点血，这父亲被气得吐血，是崇国公府家务事，却闹得人尽皆知。崇老国公爷病倒之前威名远播，如今却这样，这将他的颜面置于何地啊？为了激怒百官弹劾父亲，逼皇上严惩家父，崇国公不惜利用病重的崇老国公。像这样的不孝之子，崇老国公一定失望透顶，还请皇上予以严惩啊！刚刚进屋的崇国公正好听到这些话。虽然在这里弹劾崇国公你不合时宜，但他的话也没有错。刚进屋的崇国公正好听到这些话。虽然在这里弹劾崇国公你不合时宜，但他的话也没有错。连你都气晕了，何况是病重的老国公？崇国公跪下认错，一旁的小厮跪下说：皇上息怒，都是小的错，是小的碎嘴，和老国公爷告的状，是小的。拖出去杖毙。老国公，您放心，等东乡侯回京，朕一定严惩他，给您出气。皇上话才说出口，崇老国公连眨了3下眼。皇上每年都会来看望崇老国公，自然知道他眨眼的意义。眨2下那是同意，眨3下那是不同意。老国公的意思是，东乡侯抢马一事就这样算了？崇老国公眨了2下眼睛。苏崇望着苏锦，真没想到崇老国公这么好说话，哎，可惜爹不好说话呀。苏崇望着崇老国公道：到我爹手里的东西他是不会还回来的，不仅不会还，可能还会再抢几波。难怪大哥经常挨揍了。这话也算是公然拆自家爹的台了。苏锦瞥了眼杏儿，大少爷说的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也不用说出来吧。没什么啊，只要是侯爷想要的，不管大少爷说不说，崇国公府防备不防备，侯爷都会抢的，而且一定会抢到手。侯爷就是这么有本事，提前告诉崇国公了，让他防备，回头被抢了，他就没脸告状了，东西都看不住，是他自己没本事。夫人还说过，兵权都是争来抢去的，崇国公手里的兵权也是从别人那里抢来的，他也可以抢侯爷的东西，就看他有没有本事抢到了。除了皇上，觊觎侯爷东西的都被侯爷打死了。这话福公公听见了，他斜过来一眼：皇上觊觎东乡侯什么东西了？青云山头吗？这天下都是皇上的。崇国公府大老爷战死沙场时，膝下无子吗？有一子，比我年长半岁，
那他人呢？15年前就遇害了。遇害？15年前，崇国公世子战死沙场后，当时的世子夫人，也就是如今崇国公府大太太，带着幼子上大佛寺祈福，在大佛寺后遇到了歹徒，他身中一刀，救了3天3夜才活下来。幼子被绑在马车内，一路狂奔下山，连着马车坠落悬崖。等找到的时候，只剩下支离破碎的衣裳和几块骸骨了。如果崇国公府大少爷还活着，今日的崇国公就是他了。苏崇骑马直接回了东乡侯府，翻身下马后，他就直接回府了。首先迎接他的是小黑，苏崇没理他；其次喊他的是苏阳，苏崇也没理他。苏小少爷站在一棵2人合抱的大树上，胳膊抱着树干，小脸上全是郁闷，爬上来下不去了，嗓子都喊哑了。走过路过的丫鬟小厮看见他，就是不帮他一把，帮他抬个梯子来会死吗？不帮忙就算了，还说风凉话。哟，小少爷你真厉害，爬这么高，下来吃饭吧。能爬得上去就一定能下来。哎呀，今儿的饭菜真不错。我相信我儿子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再不下来，午饭不等你了。他要能下得去，还会找他们帮忙吗？小黑在树下朝他叫，小黑也无聊得很呐。小黑，我好饿。真算起来，还是爹好。爹虽然不帮我，好歹给我送饭啊。爹送粮草去边关，连个给我送饭的都没了。夫人，大少爷回来了。唐氏看过来，上下扫视了苏崇一遍，笑道：回来的挺快，吃饭吧。娘就一点都不担心我挨揍啊？你妹妹带着杏儿就敢闯郑国公府，你要是进了崇国公府回不来，你爹是不会替你报仇的。爹娘就是这么的盲目自信。娘，你现在能告诉我为什么让我代替爹给崇老国公赔礼了吧？你去探望崇老国公，没碰到皇上。连皇上去探望崇老国公，娘都知道。这里是京都，不比青云山说话做事简单。世家大族，包括皇上在内，只要你懂他的性子，就能猜到他会做什么。不说10拿9稳，也会8九不离10。以后遇事多想想再去做，会事半功倍。你当着皇上的面儿给崇老国公赔礼了，你爹回京就不用去了。娘，你眼里除了爹和妹妹，能不能偶尔有我和弟弟啊？想到自家弟弟还在树上，苏崇就不说什么了。当年他也是这么过来的，有困难得自己克服，没有困难制造困难让你克服。唐氏一边吃饭一边问苏崇在崇国公府的事，苏崇一一回答。等听到崇国公府大太太让苏崇经常去崇国公府坐坐，唐氏夹菜的手顿了下，笑道：虽然崇老国公是好人，但如今的崇国公府已经不是以前的崇国公府了，没事的话尽量少去。娘知道以前的崇国公府？娘怎么不知道？你爹既然敢和崇国公干上，崇国公府祖宗几代他都摸得透透的，这才叫知己知彼。沉香轩内，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姑娘忘记什么事了？我的铺子还缺一个大厨啊，平素糕点少不了，要是大家想吃饭也得有人做菜呢。姑娘考虑的真周到，府里厨子多，送一个去就是了。还是另外招一个厨子吧。府里的厨子不够了？府里厨娘关系错综复杂，进了东乡侯府想出来不容易，可在你铺子上就未必了。你说的对，要是不小心放了一个心怀叵测的在我铺子上，确实不好。就是不知道厨艺好的厨子好不好招啊？不容易。咱们可以招御厨啊。上哪儿招御厨啊？苏锦失笑。宫里啊。哎呀，这是打劫皇上上瘾了吗？夫人说皇上经常看御厨的脑袋，
咱们在御书房外等着，皇上生气的时候，姑娘进去求情，皇上肯定就把御厨给姑娘了。哼，我娘怎么知道皇上经常砍御厨的脑袋啊？上回，姑娘进宫的时候，碰到御厨做的菜不合皇上胃口，皇上气头上要打御厨，还是姑娘帮着求情，皇上才饶了她。回侯府之后，夫人问起来，姑娘还说皇上凶残，菜做得很好吃了还要砍人家，就夫人做的菜长200颗脑袋都不够皇上砍的。夫人瞪着姑娘说，伴君如伴虎，1年里皇上少说也会砍5、6个御厨的脑袋，咱们去御书房外守着，肯定能等到。谢景琛嘴角抽了好几下，不过捡总比打劫好。回廊上，杏儿在煎药，暗卫过来帮忙。有一个疑问弹环在暗卫心头许久，他忍不住问道：大少奶奶学医用了多久？我不知道呀。你不是从小就跟着大少奶奶吗？是啊，我都跟了姑娘7年了。那大少奶奶学医术你怎么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啊，我从来没见姑娘看过医书。这怎么可能呢？丫鬟跟着大少奶奶7年，没见大少奶奶看过医书。那大少奶奶一身高超医术是跟谁学的？难道大少奶奶8岁之前就会医术了？是大少奶奶不许你告诉别人的。暗卫循循善诱。没有啊，姑娘只说不要告诉侯爷和夫人他们，没说不能告诉你和姑爷。暗卫的眉头拧成了麻花，心道：就冲东乡侯和夫人对大少奶奶的疼爱，大少奶奶为什么要隐瞒他们？其实我一直怀疑我家姑娘是不是真的会医术。这还用怀疑吗？为何怀疑？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不能告诉姑爷。我保证不说。我家姑娘没学过医术，她给姑爷治病的方法和我们青云山上卤猪蹄一模一样。听了杏儿的话，暗卫在风中凌乱了。他实在是没办法把大少爷药浴和青云山卤猪蹄放在一起联想。你都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李猜。我猜不出来。我叫李猜。我都说了我猜不出来，你直接告诉我不就行了吗？一个名字有什么不能直接告诉的，还让他猜，再叫他猜他还不乐意知道了。暗卫心累啊。我姓李，名猜。我姓李，名猜。木字李，猜谜的猜。哈，你怎么取这么个怪名字？国公爷手下人多，名字不好取。大老爷年轻的时候帮国公爷想了个抓阄取名的方法，沿用至今。你这个名字不好，我刚刚都生气了。要是哪天向皇上介绍，指不定皇上会直接砍了你的脑袋。苏锦走出来，杏儿迎上去道：姑娘，她的名字叫李猜。我也猜不出来。她应该要改个名字。叫李青吧。有暗卫叫这个。狄青呢？谢大少奶奶赐名。苏锦笑得腮帮子隐隐作疼，能想到这么方便取名的方法，他倒是好奇大老爷是怎样的妙人了。哎，青云山上兄弟多，是怎么取名的？有名字的就不改名字了，没名字的话，谁带上山的就跟谁姓。名字的话，侯爷拿一本书，翻到哪一页，就在哪一页挑个字做名字。也这么随意啊？侯爷很认真的，那本书侯爷都快翻烂了。可知道是什么书？不知道，书名都翻模糊了。奴婢只记得大少爷说那是一本兵书。有一回大少爷把书扔了，换了一本新的，侯爷把书找了回来，罚大少爷在无字牌位前跪了一夜。从他爹有目的的招安，再到一本翻烂的兵书，直觉告诉苏锦，那块无字牌位不是杏儿告诉他的那么简单，这背后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秘。郡主有事，让你去一趟。让我去？小丫鬟连连点头。为什么找我去啊？杏儿望向苏锦说：姑娘，南张郡主让奴婢去他那儿一趟。去吧，遇到事了克制点脾气，回来告诉我。奴婢一定不给姑娘惹事儿。
为什么杏儿没保证的时候自己还心不慌，可他一保证不惹事，自己反倒心微颤了。杏儿迈步朝牡丹院走去，路过花园的时候，他被什么东西闪了下眼睛，他往草丛瞥了一眼，只见一只紫玉镯静静地躺在那里。杏儿抬脚从紫玉镯旁边走过去，暗处的丫鬟看着杏儿走远。大少奶奶的丫鬟眼睛不是长在脑门上了吧？那么明显都没看到。牡丹院内，杏儿走进去，俯身见礼，然后望着南张郡主。哼，美规美矩，郡主的容颜也是你一个丫鬟能够直视的吗？夫人说，看着别人眼睛说话是对别人的尊敬。这里是镇国公府，不是你青云山。杏儿撇撇嘴，背过身去，留给赵妈妈一个后脑勺。真的要被这丫鬟给气得浑身无力了。不让她直视南张郡主，她就拿后脑勺对着他们。没关系，待会儿就有这丫鬟好看的了。一旁的小丫鬟走上前，凑到赵妈妈耳边低语道：她没看见紫玉镯。你就不知道放在显眼的位置吗？小丫鬟有点委屈，她放的位置够明显的了，是个人都看得见。有点不耐烦了，找她来不让她看南张郡主，也不说找她什么事儿，就让她傻站在这里吗？姑娘还等着我伺候，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真是没规矩，还叫姑娘，要叫大少奶奶。我家姑娘还不能算你们家大少奶奶，她和姑爷又还没有圆房。还没圆房？姑爷身子不好，要等他病好了才能圆房。这话谁说的？太医说的呀，姑爷身子不好，不宜太劳累。太医说不宜太劳累，就不圆房了。那娶回来做什么？娶我家姑娘过门，不是冲喜的吗？我家姑娘都不着急圆房，你们就别急了呀。南张郡主一口气堵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因为这话她没法反驳。即便大少奶奶和大少爷还没有圆房，他也是我们镇国公府八抬大轿抬回来的，他也过门这么多天了，府里对他了解甚少。你是大少奶奶的贴身丫鬟，想来对大少奶奶知道的不少。我且问你，大少奶奶有什么喜好没有？我家姑娘喜欢玩。玩什么？所有好玩的，我家姑娘都喜欢。大少奶奶喜欢琴棋书画吗？不喜欢。诗词歌赋呢？也不喜欢。就没有一样擅长的？杏儿摇头。哼，堂堂镇国公府大少奶奶，竟然没一样拿得出手的。我家姑娘是不会那些，但我家姑娘救过皇上啊，琴棋书画又不能救命。再说了，侯爷和夫人来镇国公府商议我家姑娘和姑爷婚事，肯定说了我家姑娘什么都不会，而且长了一颗榆木脑袋，怎么教都不会，不配做镇国公府大少奶奶。镇国公府不是说不会没关系吗？之前说没关系，现在又嫌弃他家姑娘了，没有这样的道理。那是东乡侯为了不结亲故意说的。我家侯爷说的是实话。侯爷找人教过姑娘，但是教不会。侯爷和夫人也想我家姑娘什么都会，做个大家闺秀，可学不会也不能强求嘛，强扭的瓜不甜，知足常乐。赵妈妈败下阵来，南张郡主脸隐隐发青。杏儿就那么看着他们，这回应该说完了吧？退下吧。杏儿麻溜的俯身，转身离开。哎呦，没见过一样不会还这么理直气壮的。他们是土匪，你能指望他们有羞耻心？哎，大少奶奶什么都不会，这是好事。再说杏儿出了牡丹院，就回沉香轩了。半道上，她又被闪了下眼睛，那紫玉镯还躺在草丛里。杏儿顿住脚步，她记得刚刚紫玉镯不是躺在那个位置的呀。杏儿从紫玉镯旁路过，小丫鬟浑身无力了，自己摆的位置还不够明显吗？这丫鬟居然差点一脚踩到。杏儿走远了，突然顿住脚步，转身回头，小丫鬟立马把身子缩了回去。这可是太后赏赐给大姑娘的紫玉镯，是她最宝贝的镯子。大少奶奶的丫鬟
就是1个月拿10两银子，做一辈子丫鬟，也买不起这么一只紫玉镯，岂能不动心？杏儿回头，从紫玉镯旁边路过，看着杏儿往回找东西，小丫鬟泄气了。她把玉镯从草丛里放到路上，就不信这回这丫鬟还看不见。呐，杏儿找到挂在树上的荷包，欢欢喜喜地往回走，然后就看到了路中间的紫玉镯。她一脸惊骇，脚一抬，那只珍贵罕见的紫玉镯就飞了。紫玉镯砸在了湖畔大石块上，扑通掉进了湖里。杏儿拍着起伏不定的小胸口，一脸惊魂未定见鬼的表情，飞快地跑回了沉香轩。姑娘，不好了，国公府花园有鬼！什么有鬼啊？就是一只紫玉镯，奴婢看见了3回，它跟着我跑，我吓着了，一脚把它踢飞了。别害怕，仔细说与我听。杏儿凑近苏锦几分，把3次看到紫玉镯的经过告诉他。苏锦听得冷笑连连，看来花园里真的有鬼，不过是人捣鬼。牡丹院内，谢锦瑜挨着南张郡主撒娇，母女俩说着梯级话。外头一个小丫鬟飞奔进来，嘿，火急火燎的跑什么？小丫鬟脸色惨白，有事儿就赶紧禀报。紫玉镯没了。什么没了？紫玉镯没了。我的紫玉镯怎么会没了？等等，没了不是好事吗？此没了不是彼没了，是真的没有了呀。奴婢按照计划诱惑大少奶奶的丫鬟捡紫玉镯，大少奶奶的丫鬟非但没捡起来，还一把把紫玉镯踢飞了。谢锦瑜想杀人的心都有了，那是他最喜欢的玉镯。不好了，出事儿了！又出什么事了？大少奶奶的丫鬟说花园闹鬼，一只紫玉镯追着她跑。啥？闹鬼？谢锦瑜气得头顶直冒青烟，踢飞了太后赏赐她的紫玉镯，还倒打一耙。去告诉大少奶奶，大姑娘在花园里丢了只紫玉镯，她的丫鬟踢飞的就是大姑娘那只。赵妈妈见丫鬟还站在那里，浑身颤抖不止。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叫人下水把紫玉镯捞起来！是，奴婢这就去。大少奶奶，您的丫鬟踹飞了太后赏赐给大姑娘的紫玉镯，郡主让你们去七鹤堂一趟。杏儿小脸微白，她再懵懂也知道太后和皇上赏赐的东西不能损毁。别怕，有我在呢。苏锦问杏儿，瞧见紫玉镯掉在地上，怎么不捡起来啊？夫人说的，拾金不昧是美德，咱们青云山美德不多，要格外珍惜。为了捡别人掉的东西，丢了自己的美德，多不划算啊！别人的东西捡了要还回去，姑娘就奴婢一人伺候，我要赶着回去。花园丫鬟婆子多，我不捡，他们也会捡。苏锦哭笑不得。苏锦心情很好的去了七鹤堂。苏锦走上前，先发制人。花园闹鬼，把大家都惊动了，我打算找道士进府驱邪。什么闹鬼？分明是大嫂你的丫鬟脚欠，踢飞了太后赏赐我的紫玉镯，借口闹鬼逃避责任。不是闹鬼，那大姑娘解释下，为什么玉镯跟着我家丫鬟跑呀？谢景瑜气得嘴唇发紫，谢锦绣帮着她说道：丫鬟说紫玉镯跟着她跑，谁看见了？大嫂不能偏听偏信。我倒是好奇紫玉镯是怎么掉地上的，这得多木头，戴在手腕上的玉镯掉了都没发现。谢锦瑜气得想杀人了。南张郡主见苏锦态度如此恶劣，她抬手指着杏儿道：把这个丫鬟给我拖出去杖毙！俩婆子上前抓人，苏锦冰冷的眸光一扫，俩婆子愣在当场。还愣在那里做什么？还不拖下去！我看谁敢！大嫂没管教好丫鬟，踢坏太后赏赐给我的紫玉镯，杖毙丫鬟算轻的了。大嫂不要给脸不要脸啊！太后赏赐的玉镯戴在手腕上都能掉到地上，这是对太后的大不敬啊！丫鬟觉得有鬼，才踢飞了紫玉镯，不知者不为罪。何况丫鬟伸脚之前，紫玉镯已经摔坏了。紫玉镯怎么会摔坏？玉镯不是铜器铁器，
从手腕上摔到地面上，能不碎吗？除非呢，是有人脑子被门挤了，故意把紫玉镯放在路上，又恰巧被我的丫鬟看见了3回。大姑娘这是想拿太后赏赐的紫玉镯引我的丫鬟上钩是吗？大姑娘这是想拿太后赏赐的紫玉镯引我的丫鬟上钩是吗？我没有。赵妈妈忍不住出声道：玉镯掉在草丛里，不一定会碎。谁告诉赵妈妈紫玉镯是掉在草丛里的？刚刚来的路上，看见我的丫鬟踢飞紫玉镯的小丫鬟已经当众招认，紫玉镯是掉在青石地面上的。她能准确地知道紫玉镯掉进湖里的位置，她的话可信。苏锦瞥向谢锦瑜道：要想证明紫玉镯摔地上不会碎，那就当面摔给我看啊！我给你10次机会，只要有一个不碎，我就当丫鬟踢飞紫玉镯之前，玉镯是完好无损的喽。南张郡主眼神冷得能冻死人，谢锦瑜拳头攥紧。三太太说道：就算紫玉镯磕坏了点儿，你的丫鬟也不该踢飞呀。的确，我的丫鬟踢飞紫玉镯是冲动了些，但她不是无缘无故踢飞的，是因为这个紫玉镯跟着她跑，她吓着了。正常情况下呢，谁会蠢到踢飞紫玉镯还大大咧咧的一路跑回去跟我说闹鬼呢？三太太哑然无话可说了。这府里丫鬟婆子可带不起玉镯，踢坏哪个姑娘的玉镯都不是小事儿。我的丫鬟这么聪明，能不知道吗？这丫鬟踢坏太后上次给我的玉镯，大嫂是一定要袒护她到底啊！看来我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事儿囫囵过去，大姑娘倒是不满意了。既然如此，那就继续查吧，把这事儿翻个底朝天。我倒要看看最后受罚的会是谁。去把目睹踢飞紫玉镯的小丫鬟叫来，我要当众审问，好好带来。要是让小丫鬟半道上死了，就是背后指使者在杀人灭口。届时呢，我定会带着丫鬟的尸体进宫找皇上告御状。二太太和三太太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情，不过到底没热闹起来。小丫鬟死了，传话的婆子匆匆回来道：那小丫鬟不知道撞了哪门子的邪，自己撞墙了。别是怕大嫂严刑逼供，屈打成招，怕扛不住酷刑，所以撞墙吧？夫人说过，世家大族里的丫鬟想不开自尽，不是被灭口的，就是为家人死的。他娘唐氏一定是个宅斗高手啊！那丫鬟一家的卖身契在谁手里？苏锦问道。没人回答他。都不知道吗？婆子头低着，就是知道他也不敢说呀。苏锦笑了一声，转身离开。出了七鹤堂后，苏锦直往前走，杏儿跟在身后东张西望道：哎，姑娘，这不是回沉香轩的路。去前院。啊，去前院做什么？给你出气。姑娘真好。苏锦去了前院，李总管迎上来道：大少奶奶是要出府啊？今儿死的小丫鬟家里还有什么人？卖身契在谁那儿？丫鬟还有爹娘和兄嫂和弟弟妹妹，卖身契在宫中。把他们的卖身契给我。大少奶奶要他们的卖身契做什么？不说原因你就不给了吗？不敢，我这就差人去取来。一旁的小厮飞快地去把丫鬟一家的卖身契拿来。苏锦接过，行了，明儿一早把人牙子叫来，我要卖掉他们一家子。大少爷，小丫鬟是自尽的，与他家人无关呢。不必劝我，小丫鬟以为她自尽就能守住秘密，保住家人周全。可惜她遇上的是我。苏锦淡淡地丢下这一句，迈步离开。听到苏锦要了小丫鬟家人的卖身契，南张郡主脸沉如霜。谁让你给他的？大少奶奶讨要，我不敢不给。府里有府里的规矩，丫鬟惹怒了大少奶奶，也搭上了一条命，还不够吗？大少奶奶虽然拿走了卖身契，但人牙子还没进府。赵妈妈如果想救下他们，还来得及。去找大少奶奶拿卖身契。赵妈妈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她俯身离开。大少奶奶，赵妈妈来了。她来做什么？让她进来吧。赵妈妈走上前。赵妈妈来找我有事儿啊？
郡主让奴婢来拿卖身契。这是不让我卖掉丫鬟一家子了？丫鬟没有招惹大少奶奶，她一家子更是无辜。要是人人都如大少奶奶这般，一不顺心就卖人，国公府岂不乱套？赵妈妈，懂什么叫防范于未然吗？那丫鬟一家子人可不少，反倒是我身边就杏儿一个使唤的丫鬟。我不过是要审问下丫鬟，丫鬟就想不开撞墙自尽了。大姑娘不是说那丫鬟是怕我严刑逼供屈打成招，怕吃苦头，所以才死的吗？我这么残忍地逼死了他们的女儿，难道他们不会对本大少奶奶怀恨在心，暗搓搓地想弄死本大少奶奶吗？唉，这事儿一直盘桓在我心头，让我寝食难安呢。难道大少奶奶觉得谁会威胁你，就把人除掉卖掉吗？这不是当然的吗？都威胁到我家姑娘了，不除掉卖掉，难道留着他们害我家姑娘吗？可如果他们没有存这个心呢？万一呢？不是有句话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你们赌得起，我家姑娘可赌不起。侯爷不许青云山的人赌博的。国公府那么多人伺候，卖掉几个怎么了？不够的话，再买几个进府不就成了吗？做人不能死脑筋，要善于变通。听杏儿教训赵妈妈，苏锦差点憋出内伤来。郡主吩咐的，奴婢只是照办。有什么话，大少奶奶和郡主当面说。你们执意要留下那一家，我不反对，但我有言在先，我要从东乡侯府带100人进府伺候，以护我周全。你把我的话转告南章郡主，只要他点头，那些卖身契我双手奉上。姑娘要带人进府，不用南章郡主同意啊。这样显得我还是比较尊敬他的。人是南章郡主点头后才带进府的，国公府得给月钱，能省一笔是一笔。姑娘真聪明。赵妈妈气得身子都站不住了。你还不走吗？赵妈妈气得拳头都攥紧了。她转今儿天气真好，不冷不热，正好可以进宫捡御厨。皇上一年砍5、6个御厨，指不定咱们蹲1个月都等不到呢。没关系啊，咱们进宫方便。国公府又没什么好玩的，姑娘可以逛逛街，进宫等皇上用午膳，然后出府逛逛街再回来。我怎么觉得你盼着皇上晚点扔御厨啊？只有一点点是这么盼望的。奴婢更盼望皇上留姑娘用午膳，姑娘正好趁机讨皇上欢心，让皇上封你做公主。等侯爷回去，她会高兴地飞起来。去捡皇上不要的御厨主意不错，但让他去御书房外蹲守，他可做不出来。苏锦觉得这太丢脸了。福公公应该是我爹的人吧？不知道是不是侯爷的人，但他肯定是侯爷威胁过的人。你确定？侯爷说皇上耳根子软，夫人说福公公为人精明，侯爷当时就笑了。侯爷盯上谁的时候就是那么笑的，奴婢不会看错的。既然被他爹威胁过，那让他帮忙捡一个御厨应该不是难事吧。不过苏锦还是进宫了，丫鬟一禀告太后传召，苏锦就朝天翻了一记白眼。果然紫玉镯的事不会善了哦。能不能装病不进宫？太后气头上装病只会更激怒她，躲得过初1也躲不过15。苏锦起身往外走。要不要叫上姑爷？不用叫他，有时候土匪的身份便于行事，万一他耍无赖，当着太后的面谢景臣得拦他，他岂不是带了个拖后腿的进宫了？出了屋，苏锦带着杏儿往前院走。太后动怒，大少奶奶要惨了。太后可是最疼寿宁公主的，胆敢让寿宁公主被抬回宫，这回大少奶奶的丫鬟又踢坏了紫玉镯，太后肯定会让他们被抬出宫的。我看未必，大少奶奶救过皇上，皇上岂能不护着她？要是大少奶奶这回还能安然无恙的回来，我以后就听大少奶奶的了。御书房内，皇上，太后传召镇国公府的大少奶奶进宫了。太后传召她进宫做什么？听说是镇国公府大少奶奶的丫鬟踢碎了太后上次给镇国公府大姑娘的紫玉镯。闯这么大祸，
还敢进宫？这会儿估计已经到永宁宫了。派人去盯着点儿，别让他们把太后气得太厉害了。福公公赶紧差小公公去永宁宫盯着，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赶紧回来禀报。永宁宫外，苏锦一脚迈过门槛，太后坐在凤椅上，苏锦俯身给太后皇后请安。谢锦瑜站在一旁，眼里带着幸灾乐祸，不知太后传召苏锦进宫，所谓何事？你的丫鬟踢碎了哀家赐给鱼儿的紫玉镯。原来太后传苏锦进宫是为了紫玉镯的事儿啊。昨儿国公府济济一堂，就为了处置我的丫鬟。昨儿证据不足，唯一的目击证人撞墙自尽了，案子没法审问下去，大家各退一步，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现在大姑娘进宫向太后告状，莫非又找到了新的罪证？谢锦瑜没想到苏锦会这么说，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话了。国公府不是不罚你，是我娘和祖母答应你，半个月之内你犯家规也不处罚你。紫玉镯是太后赏赐的，丫鬟要真踢碎了紫玉镯，犯的不仅是家规，更是藐视太后和国法。难道昨儿那么多人都没想到这一点吗？谁说没想到？昨儿丫鬟撞墙自尽，你直接就走了。当时天色太晚，我才没进宫叨扰太后。这么说，我还得谢你们昨儿放我和丫鬟一马，让我们晚上睡了个安稳觉了。别的不说，你先给我和太后解释清楚，带着你手腕上的紫玉镯是怎么当着你和丫鬟的面掉在青石地面上？你没察觉，丫鬟也没发现吗？太后宠爱你，才赏赐你紫玉镯，这么珍贵的东西丢在花园里半天都没人发现，这不明摆着没有把太后的赏赐放在心上吗？不小心丢了，已经没把太后当回事儿了。要是拿紫玉镯算计人，更是践踏太后对你的一片真心呢。这还不叫丢太后的脸吗？这是把太后的真心当狗屎。太后是聪明人，苏姐那么说，太后肯定猜到紫玉镯到底是怎么碎的。皇后身边的嬷嬷呵斥道：主子说话，有你一个小丫鬟插嘴的份儿吗？是我误会紫玉镯闹鬼，才一脚踢飞了紫玉镯的。事情因我而起，我为什么不能说话？在青云山上，皇上还主动找我说话呢。嬷嬷脸都憋紫了，杏儿把跑偏的话题拉回来。我家姑娘还等着大姑娘解释紫玉镯为什么掉在地上，她和丫鬟都没发现呢。你们别转移话题。谢锦瑜半晌没说话，苏锦说道：这是解释不了了吗？苏锦望向太后，大姑娘拿紫玉镯诱惑我丫鬟，践踏太后的真心在前，不知反省，还恶人先告状，试图蒙蔽太后，严惩我们主仆，还请太后给我们主仆做主。太后气得脸都紫了。太后息怒，大姑娘有错，罚她就是了，何必动怒气坏了自己呢？这回罚重点，长了记性，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太后气得嘴皮子都哆嗦了。皇后眸光泛冷道：镇国公府大少奶奶就不知道少说两句吗？气大伤身，我这不是怕太后气坏了，劝着点吗？宫殿内，一公公悄悄退出去。御书房内，皇上有些心不在焉，小公公上前：镇国公府大少奶奶在逼太后严惩镇国公府大姑娘，给她出气。太后没气坏吧？太后已经气得半天没说话了。行了，退下吧。皇上，粮草有消息传回来了。粮草怎么了？东乡侯带着粮草绕了道，不知道他要带粮草去哪儿。朕就知道他在打那批粮草的主意。皇上息怒啊！东乡侯可能是怕路上有埋伏，所以绕道以策安全呢。他连崇国公的马都敢劫，路上有埋伏他会怕？皇上，绕道不代表粮草会不送到边关。东乡侯是立了军令状的，奴才相信他会半道上打劫，也不会打那批粮草的主意啊。东乡侯动粮草了没有？动了，一日三餐不落，顿顿管饱，顿顿有肉。福公公简直想死了，这叫我还怎么帮着劝皇上息怒啊？筹集点粮草不容易，就不能省着点吃啊？护卫不知道该不该禀告，
东乡侯的火头军都是带着粮食走在前面烧好饭，等大部队跟上就直接开饭，歇上1刻钟就继续上路的。半道上还打野鸡捕鱼，护卫欲言又止。有话就说。护卫硬着头皮把东乡侯和他手下做的事都禀告皇上知道，皇上气得吭哧，又不知道该骂什么。永宁宫内静默半晌，苏锦站得有点腿酸了。拜托，倒是给个反应啊！该骂骂，该罚罚，这样不说话算什么呀？来的路上还听宫女太监说太后处事公正，赏罚分明。莫非太后是舍不得罚大姑娘了吗？唉，如果太后舍不得，那我就去找皇上秉公处置了。太后咬牙道：“长则手心施下。”嬷嬷拿着戒尺上前，当着苏锦的面抽谢景于石下，打得不重。怎么打得这么轻啊？侯爷打人手心不出3下，戒尺就断了，打1下手都肿成馒头。轻点好，下回我不小心打碎了御赐之物，也就轻轻挨10下，还能自己端饭吃呢。夫人把宫规说得可严厉可吓人了，没想到这么轻，姑娘怎么也能挨30下，以后就不用小心翼翼怕犯宫规了。姑娘，还有小半个时辰才吃午饭，咱们是去御花园逛逛，还是直接去御书房外等着检御厨？这丫鬟真的是拿皇宫当自己家呀！兜兜转转了2刻钟，才到御书房前。苏锦和杏儿被护卫拦下。御书房重地，不得靠近。我家姑娘来过御书房好几回了。你们在此等候，我去禀告皇上。不用，帮我找福公公就成了。小公公悄声近前说道：“福公公，郑国公府大少奶奶找您。”找我？福公公脑子里闪现被东乡侯叫出御书房威胁的事儿，有其父必有其女啊！福公公都预感到自己被人亲爹威胁完，就又要被人亲女儿威胁了。不去，果断不能去啊！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去告诉郑国公府的大少奶奶，就说我吃错了东西，腹泻不止，蹲在茅坑里起不来，没空见他。能把福公公吓得蹲茅坑了，郑国公府大少奶奶真是太厉害了。苏锦站在树下等候，杏儿东张西望。小公公跑过来说道：“福公公拉肚子了，已经跑了好多趟茅厕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大少奶奶要不就先回去吧。”怎么拉肚子了？被你们逼的呗，可能是夜里着凉了。姑娘，咱们就这样空手回去吗？不空手回去，难道还想学东乡侯打劫皇上不成吗？我们在御书房外等会儿，等福公公好些了，我再见他。福公公就是不想见你们才谎称身体不适，结果大少奶奶要等他。小公公转身回御书房禀告福公公。福公公一脸惊吓，连蹲茅坑都躲不过去，这是有什么大事要找他呀？皇上见他神情不大对劲，问道：“又出什么事了？又出什么事了？”郑国公府大少奶奶找奴才有事儿，奴才有点怕。小公公趁机说道：“福公公不敢见郑国公府大少奶奶，郑国公府大少奶奶就和丫鬟等在御书房外。”行了，去问问吧。他要是打定主意找你，躲是躲不过去的。福公公迈着沉重的脚步出了御书房，看见他过来，杏儿高兴道：“姑娘，福公公来了。小公公不是说福公公你拉肚子蹲茅坑起不来吗？你肚子疼怎么都不上脸啊？”只听过喝酒上脸，拉肚子也上脸吗？福公公有点心虚，可能后劲大吧。不知道郑国公府大少奶奶找奴才可是有什么大事儿啊？不是什么大事儿，我需要一个御厨。要御厨？这人走了？应该走了。小公公则说道：“还没有走，郑国公府大少奶奶还等在那里呢。”还没有啊？小公公点头。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啊？郑国公府大少奶奶需要一个御厨，
他让我帮他捡一个。上哪儿捡玉锄去啊？从皇上您手里头捡。他不是打算天天来御书房外等着吧？福公公一脸不排除这种可能的神情。让他去御膳房挑一个。福公公心头大喜，正要替苏锦道谢，皇上想了想，又道：哎，让他过2日再进宫挑，毕竟今儿惹恼了太后。还是皇上考虑周全。皇上摆摆手，福公公就迈步出了御书房，去向苏锦报喜。看到福公公，杏儿一句话就让福公公破功了。怎么越拉肚子，福公公你的气色越好？这丫鬟就不能少说2句？皇上知道大少奶奶要御厨，格外开恩，赏赐你一个御厨，让你过2天去御膳房挑去。为什么要过2日再挑？福公公往永宁宫的方向看了一眼。太后传召我家姑娘进宫，我家姑娘还带个御厨离开，一准儿能把太后气晕。这丫头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得，那就过2日再进宫挑选吧。苏锦准备回镇国公府，只是往前走了一小会儿，一个模样清秀的小丫鬟跑过来说道：镇国公府大少奶奶留步。苏锦顿住脚步，回头望向她。寿宁公主请你去御花园赏花。寿宁公主请我去赏花？小丫鬟点头。苏锦眉头皱紧，上回让她被抬回宫的，心里头正想弄死她呢，这时候请她去赏花，肯定没好事儿啊。我还有事儿，改日再进宫陪寿宁公主赏花。寿宁公主说，皇上希望她和镇国公府大少奶奶您和睦相处，她诚心诚意地请您去赏花，化干戈为玉帛，您都不给面子，往后大家见面就是仇人了。这是在激将他呢。前面带路。姑娘，你真的要去吗？躲得过初1，躲不过15。他要与我和睦相处，我不去，错就在我一个人了。他可真讨厌。丫鬟气得转过身，心想：就是这个丫鬟打落马蜂窝，真伤了寿宁公主。等着，一会儿有你好看的。御花园内，百花齐绽，姹紫嫣红，彩蝶翩翩。远远的，苏锦就瞧见寿宁公主在扑蝶。苏锦秀眉微挑，寿宁公主心情挺好的呀，难道她真存了和解之心？苏锦迈步上前，俯身请安。见过寿宁公主。你我的事儿待会儿再说，先帮我抓住那只蝴蝶。啊，帮忙抓蝴蝶？拜托，她都一把年纪了，怎么叫她玩得动这样的天真烂漫呢？苏锦看向杏儿，你帮寿宁公主逮住那只蝴蝶。我可是最会逮蝴蝶的，我一定能逮住它。可是最会逮蝴蝶的，我一定能逮住它。等蝴蝶落在山茶花上，一团扇下去，直接把寿宁公主要的蝴蝶给拍晕了。也有可能是拍死了。杏儿捡起晕死的蝴蝶走过来，递给寿宁公主道：给你。本公主抓这只蝴蝶抓了半天了，就这么给我一扇子拍死了？只是晕了。那你给本公主把蝴蝶叫醒。这叫我怎么叫醒啊？不给本公主逮一只活的，这事本公主跟你们没完。公主，你也累了半天了，去那边凉亭歇会儿。寿宁公主瞪了苏锦一眼，抬脚就走。宫女没有跟着离开，而是走到苏锦身边，劝道：镇国公府大少奶奶，皇上劝了我们公主好些天，她才答应和你们和解。为了一只蝴蝶闹掰，可不值得。什么和解？分明是找茬，不想和解。那就帮她逮只活的蝴蝶吧。宫女俯身退下。御花园这么大，上哪儿找一只一模一样的蝴蝶去？慢慢找，就当是逛御花园喽。姑娘真聪明，指不定多逛会儿，这蝴蝶就自己醒了。然后主仆俩就开始逛御花园，不是找蝴蝶了。苏锦是真的在逛御花园，杏儿还偶尔认真的找蝴蝶。可是逛了大半圈，蝴蝶倒是见了不少，但一模一样的没有。走累了，歇会儿。啊，
这么快就累了？你也累了。奴婢不累。苏锦站在大树下歇息，杏儿就跟着一旁。见他们站在那里歇息，寿宁公主眸底闪过一抹不愉，她走过来问道：蝴蝶逮着了吗？没找到。没找到？你们就用这3个字打发本公主吗？你们压根就没有用心找。不但用心了，眼睛都用3色了，也没找见。我怕是找不到了。时辰不早了，我这就去找皇上告罪，改日再进宫陪公主赏花。苏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寿宁公主气炸肺了，除了会拿父皇压我，你还会做什么？那是我的父皇，现在却成了你的护身符。